我花60万带负债的兄弟一起做生意，生意火爆后，他果断将我踢出局。店里都是我跟我老婆在付出，你压根就没管过。当初你投了60万，我现在还你60万，咱俩两清了。装货，你是喝多了，还是脑袋被驴踢了？你搞没搞清楚，这个小院是谁投资的？你当初投了60万，我现在还你60万，我又没占你便宜，我看是你脑袋被驴踢了吧？这个农家小院无论是投资还是模式，全都是我的。1年前我救他出火坑的时候，他说自己除了会做餐饮，别的什么都不会。于是我二话没说，给家里做餐饮行业的大学舍友打电话，沟通好久，他才同意我用10万买他家的配方。我带着装货去学了1个多星期，舍友更是对我毫无保留，从经营模式到后厨菜品。回来后我们算了一下，开一个类似的农家小院大概需要60万，装货没钱说给我打工，但我没同意。我开这个小院本就是为了拉他一把，最终我决定和他55分成，赔了算我自己的。装货，当初是谁救你出火坑的？你还有没有良心？在商言商，你不要扯那么多没用的。你口口声声说救我出火坑，那你现在还跟我争什么？你投60万，我还你60万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他以为我是在和他争3瓜2枣，其实我压根就没看在眼里，我只是接受不了被这么踢出局。既然他喜欢在商言商，那我就和他1分不差的算清楚。我60万投了1年，1年后你还我60万，你当我跟你在这儿玩过家家呢？我这60万就是放银行存1年，起码也得有点利息吧。更何况小院生意非常好，单日流水都在1万左右，这1年除掉所有开销，净利润应该是140多万，他却只字不提利润的事。这个小院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，都是我跟装货在忙，你什么力都没出，就投了60万，我们现在还你60万，这有什么不对吗？我要是没出力，这个小院他能做起来吗？你隔3差5带朋友到店里吃喝，每次下来都要大几百，你付过钱吗？你自己白吃白喝就算了，但凡是你朋友来，只要提了你的名字，你最低都是8折，有时候你还给他们免单，你出的力就是白吃白喝，这谁不会？我请那些人吃饭喝酒，还不是为了让他们来消费？他们哪个没来咱们店里消费？哪个不是咱们店里的常客大主顾？当时小院开业初期，店内生意十分惨淡，装货欠了一屁股债，身边的人都绕着他走，我只能发动自己的人脉，经常组局带农庄拉生意。但是这些回头客在装货和柳如烟眼中却成了白吃白喝。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，他们成为小院的客户，完全是小院的菜品多味道好，味道不好的话，谁都会天天来吃。菜品多味道好都是我找人学的，我不费尽心思找材料找配方，你们上哪弄招牌菜？你真好意思说你找的材料中间吃了多少回扣，自己心里没数吗？市场上的鸡普遍都是5块多1斤，你找的鸡竟然要26一斤，足高了5倍。还有你找的鱼，你买的蘑菇菌类，哪一个不是比人家贵几倍？市场上多少人想买正宗走地鸡，都排不上队。当初我和装货为了买走地鸡费了多大的功夫，他们俩心知肚明。而且这个小院所有的菜品都是我找的，单是我大学舍友家里的2道招牌菜，我就花了10万。为了迎合本地市场，后期我又花了近10万，把我们当地的几道特色菜也都买了过来。看来他俩是铁了心要踢我出局，我说再多也是无益。行，我退出。听到我要退出，装货和柳如烟喜出望外，差点手舞足蹈起来。有的人啊，你给他留面子他不要，非得让人把脸打肿了才知道疼。赶紧拿钱走吧，别耽误我们做生意。这60万是我的本钱，去年1年的分红是不是该给我？什么分红？你都没出过力，凭什么给你分红？柳如烟脸色骤变，厉声尖叫。装货的脸色同样难看，但他没有柳如烟这么直白，而是突然跟我打起感情牌。咱们兄弟一场，60万算我借你的，现在我还给你了。谁跟你是兄弟？你算老几？我凭什么借给你？少废话，赶紧把钱给我！这小院的选址、装修、后厨、菜谱、食材，哪个不是我弄的？你管这叫没出力吗？你不提，我都差点忘了。这个装修你摊了多少钱？我表弟是搞装修的，上次他来我们店里吃饭，他说就这装修，顶多20万就搞定。你倒好，你跟我们说这装修花了30多万，你也太黑了吧！这个农庄小院前后1200多平，我装修花了30多万，他管这叫多？我也不跟你俩继续废话，按照之前的55分账，我应该分62万。我果断掏出财务发给我的财务报表。装货和柳如烟想说话，但是我没给他俩开口的机会。还有你之前欠我的6万8，你一共要给我68万8，拿到钱我立马走人，否则这个小院咱们谁都别干了。不行！装货深知我的脾气，他拉着柳如烟出去了，两人密谋了很久，最后不得不把剩下的钱转给我。离开小院之后，我决定给装货上一课。这个小院我不干了，他们2个白眼狼也别想干，我要装货亲眼看着他是怎么从巅峰再跌落到火坑的。可惜我还没来得及动手，装货就自己闹出了幺蛾子。这天卖走地鸡的宋总给我打电话，他是我们同学的表兄弟，装货也认识他。宋总为了养殖正宗的走地鸡，专门包了一片果林。他家的走地鸡纯天然放养，生长周期是150天到180天，这也就是为什么价格贵了5倍的原因。曾老板，怎么突然要取消合作？要知道我们的鸡供不应求，
一旦合作取消，想再要供货就难了。不好意思，宋总，我现在已经退出小院的经营。你那个小院不是效益挺好，为什么要退？精力有限，要是说自己是被踢出局的，传出去不好听，这商圈本来就不大，不出3天肯定就传得沸沸扬扬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不再给你那个小院供货了。曾老板以后可别说我不够朋友。挂掉宋总的电话后，我陆陆续续也接到了其他供应商的电话，基本都是装货单方面宣布和他们停止合作。卖鱼的老陈最后一个给我打来电话询问道：曾老板，你那边什么情况？怎么说我的鱼价格高，让我降到7块钱一斤，不然就不合作了。老陈，我退出了。我看中货就是个傻子，岐山黑鱼，市场上要是还有比我价格低的，我跟他姓。他说这话确实没吹牛，这个卖鱼的老陈已经养了近40年的鱼，如今身价过亿。为了养出正宗的岐山黑鱼，老陈承包了綦江上游长达10公里的流域，并且沿岸的100多亩土地也都被他包了，只为了黑鱼的质量。所以他家的黑鱼肉质鲜嫩，味道肥美，和那种鱼塘里养出来的柴鱼简直是天壤之别。老陈不喜社交，唯爱钓鱼，所以当初我为了能和他搭上线，陪他钓了半个多月的鱼，人都晒黑一圈，他才答应卖给我。如今装货退掉走地鸡和岐山黑鱼，等于是把小院的2道招牌菜酱香烤鸡和浓汁焖鱼都给撤了。这2道菜是我大学舍友家的招牌菜，一个需要长时间烤，一个需要长时间焖，所以都比较考验食材本身。装货换食材供应商，就是因为我找的食材都比较贵，为了说服我，他还给我算了一笔经济账，说换成普通的食材，小院的利益至少提升20%左右。果然，装货换掉所有食材商之后，小院的效益显著提升，成本下降，利润自然就上去了。紧接着，装货提了一辆奔跑1300，随后把提车视频发到我们同学群里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把他夸得飘飘然了起来。农家小院今后有100%独家控股，各位同学以后来小院消费，一律打8折。装货这话既为了炫耀，又为了讽刺我，我没搭理他。4月初，他家又买了房，在同学群发了5个200元的红包。庄老板大气啊！庄老板，你这是发大财了呀！今天买了一套140平的房，回头都来我的小院喝酒，全场消费由我这个庄公子买单。就在这时，在群里一众吹捧声里，突然冒出来一句不一样的话：庄老板，我昨天去小院吃了酱香烤鸡，咋跟之前甄老板在的时候味道差远了？鸡肉嚼着发柴，一点香味都没有。兄弟，你怕是吃不惯新口味吧？陈英俊之前净挑贵的食材，花里胡哨的，而我现在优化了食材和菜品配方，性价比更高了。真不是口味的事，就是鸡肉本身的问题。之前的烤鸡皮酥肉嫩，咬一口全是汁，昨天那个嚼着跟棉絮似的，柴得很，谁都能吃得出食材换了。不光烤鸡，那道浓汁焖鱼也差远了，鱼肉一夹就碎，根本不是之前的岐山黑鱼。我看你就是被曾英俊带偏了，懂什么做生意？我现在是小院100%控股的老板，用什么食材我说了算，嫌难吃可以不来。我这小院现在生意好得很，排队都排不上，少你一个客户根本不算什么。做生意先做口碑，你这样早晚会砸了招牌。这下群里暂时冷了场，那些刚才还忙着吹捧的同学，此刻都静了声。他哪里是优化配方，分明是砸了小院的根，只盯着眼前的那点利润，连最基本的食材品质都不顾，还容不得别人说一句实话。这农家小院迟早要毁在他手里。这之后，同学群里再没人主动吹捧装货，那些原本常去小院的同学也渐渐开始绕着走，而装货却丝毫没察觉，依旧沉浸在自己赚大钱的喜悦里，每天不是晒流水，就是晒各种奢侈品。我知道他总晒这些东西，纯粹故意做给我看的，他想证明他是对的。然而没过多久，装货又出了新的幺蛾子。这天晚上6点多，我接到之前卖酒的客户给我打来的电话。甄老板，你这农家小院现在什么情况？怎么酒水都不让带了？我一个卖酒的，你不让我带酒水给客户品尝，我还咋正常工作？李总，真的抱歉，小院那边我现在退股了，什么时候改的规矩我也不清楚，你稍等一下，我马上打个电话问一下。我随即给装货打电话，一连打了3个，他都没有接，直到第4个他才接，他的语气很是不喜。什么事？宗耀酒业的李总，他今天带客户推销自己的酒，你跟小院那边说一下，让他今天先用自己的酒。小院现在禁止自带酒水。李总他是卖酒的，他组局就是为了推销自己的酒水，他的客人马上就到了，你先通融一下，他毕竟是小院的常客，1个月在小院吃20多天。小院的规矩就是不能自带酒水，这要都像他这样，我还干不干了？你少管闲事，小院现在是我的。装货吼完我就直接挂断了电话。真是给我开了眼了，我就没见过这种缺货。李总这种优质的客户，他都不知道维护，我看小院距离倒闭也不远了。当初农庄刚开业那会儿，多亏了李总捧场，
他不仅自己吃，还经常带身边的朋友过来捧场。无奈之下，我只好在别的地方重新给李总订了个包间，还再三向他道了歉。本以为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，不料装货竟然让服务员给李总打去电话，索要赔偿费。原来李总提前订了一个烤羊，烤羊要提前2个小时开始烤，但后来因为酒水的事，李总气呼呼的走了，自然不会再买单。眼下李总直接把装货拉黑了，紧接着装货又给我打来了电话。你马上让那个李总把烤羊的钱转给我，否则我跟他没完。你好像有那个大病，人家是卖酒的，请客吃饭本来就是为了推销酒水，你不让他带酒，他吃什么饭？闲的吗？这是小院的规矩，我又不是针对他。那你为什么不把新规矩提前告诉他，非要等到饭点才告诉他？我不管，你告诉他，他要是不给我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他。你有能耐去他店里找他，别在我面前吹牛，人家10年前就开路师，你算什么啊？听完我这句话，装货再也蹦不出半个字，只好挂断电话。此后我又接到好几个电话，都是类似于这样的情况。装货的举动令很多人都很尴尬，那些人很多都是我朋友，所以就在第一时间给我打来了电话。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我不能次次都自掏腰包替他们重新订地方。于是我连发了3条新动态，告知所有人我已经退出小院经营，以及农庄不让带酒水的事情。装货看到我的朋友圈，气得一个电话又打了过来。曾英俊，你发那些动态是什么意思？针对我是吧？故意破坏我生意是吧？真是懒得喷！我直接将他拉黑，没半个钟头，手机就震个不停，全是朋友发来的截图。原来装货被拉黑后，一口气发了10条新动态，条条都在问候我。曾英俊这人就是纯纯见不得别人过得好，自己没本事把生意做起来，退股了就到处抹黑我的小院，还说小院不让自带酒水的事，这不就是叫说老客户别来消费吗？真是被我遇到下头难了。他还把这些话原封不动甩到高中同学群，甚至发到了商圈供货商群里，把自己扮成受委屈的受害者，把我说成嫉贤妒能的小人。没一会儿，私信和群消息就涌了过来。英俊，装货说的是真的，你俩咋闹成这样了？甄老板，小院这是咋回事？庄老板说你故意砸他生意。我翻着装货的造谣话，又看着满屏的询问，气笑了。本想好聚好散，他偏要蹬鼻子上脸，那就别怪我不留情面。我直接翻出旧记录，截了2张图，一股脑发到同学群和商圈核心群里。一张是陪老陈钓鱼的打卡照，配着和老陈的聊天记录；一张是和走地鸡养殖户的合作记录，明明白白写着高价选品的过程。做生意先做人，再做品。我甄英俊做的是口碑，不是一锤子买卖。我之前就听说，郑哥当初弄小院，为了找好食材，跑遍周边农庄，能是抹黑别人的人。装货还好意思说真哥铺张浪费，合着换便宜食材偷工减料，就是他的本事。装货看着群里的质问，嘴应了几句，没一个人附和，反倒越说越尴尬。他手忙脚乱删了自己之前发的动态，可同学群里依旧没人再搭理他，商圈里的供货商也都私下里议论他忘恩负义、唯利是图。再后来，一个朋友告诉我，原来装货之所以不让带酒水，是因为他自己接了一个酒水代理，对方给了他不少好处。后来一天中午，农家小院里勉强坐了7、8桌客人，看上去不算冷清，但大多是第一次来的散客，熟面孔少得可怜。其中一桌就有之前的老主顾张总他们。菜一上桌，张总先拿起勺子舀了一碗鸡汤，刚喝一口，他眉头猛地一皱，直接把汤碗重重放在了桌上。服务员，过来一下。您好，张总，请问有什么需要？这鸡是怎么做的？你自己尝一口。我在甄老板这儿吃了快1年，他家的走地鸡是什么肉质，我闭着眼睛都能吃出来。你今天这鸡汤寡淡无味，肉柴的像嚼树皮，这是糊弄谁呢？张总，最近店里食材稍微调整了一下。调整？这叫调整？这鱼现在都是散的，腥味还重。以前的岐山黑鱼哪是这个样子？我怎么听说现在管事的不是甄英俊了？我们不是来找麻烦的，只是想问问，你们现在换食材降品质，对得起老顾客吗？还有，你们门口也没写不能自带酒水，等我们坐下来了才说不让带，这不是故意设套吗？对不起几位总，店里规定不让自带酒水，我也是打工的，没办法。这是谁定的规定？甄老板在的时候向来很懂规矩，能带就带，不能带也提前说。你们倒好，来了才讲，逼着我们等你们店里的酒，一瓶外面卖180，你们这儿卖380，真当我们的钱是大风刮来的。这话一出，旁边几桌散客都把头转了过来，有人忍不住开口附和：哎，我们刚才也是带了2瓶酒，结果进门不让开，非得点店里的，贵得离谱。就是菜还难吃，我点的小炒肉，人家都是肥瘦相间，这家是肥瘦分家，而且一点肉香味都没有。我今天把话放这儿，从今天起，我和我身边所有朋友再也不会踏进这家店一步。只是可惜，甄英俊用心做的口碑就这么被人糟蹋了。真忍不了了，我要如实评价一下，不能让别人再来这家店踩雷了。
我也要去评论。做生意哪有这么做的？明显是想坑一个是一个，这样下去早晚倒闭。三人拿起外套，头也不回地往外走，连单都没买。庄货得知这件事后，从办公室里冲出来，他想上前解释，但又拉不下脸，只能站在原地看着老顾客离开。没过几分钟，点评平台上就多了3条差评，并且图文并茂。评论下面立刻有人回复，有人点赞。短短半小时，浏览量破千。而在店里的散客们也都没了胃口，准备加菜的默默放下菜单。另外还有刚进门的顾客，看到里面气氛不对，转头就走了。别走啊，各位，我是这里的老板，今天在这里消费，全部菜品都可以打8折。即便如此，还是没有客人愿意留下来。原本还算有点人气的小院，瞬间冷了下来。那一整天下来，店里几乎再也没进来新客人。到了饭点高峰，店里空空荡荡，只有2、3桌散客，还一边吃一边摇头。服务员无精打采，厨师懒懒散散，整个小院死气沉沉。庄货坐在办公室里扒拉账本，脸拉得老长。没过多久，前厅经理和后厨主厨就被他叫进了办公室。门刚关上，他就拍着桌子发火：你们俩是怎么管事的？天天拿着工资，连个客户都留不住，我养你们是吃干饭的。庄老板，不是服务的问题，客人们来吃饭，要么吐槽菜难吃，要么说不让自带酒水太不近人情，走的时候都带着气。是啊，庄老板，现在这食材实在没法做，肉鸡炖不进味，黑鱼也是普通糖鱼，一煮就散，我们再好的手艺也做不出之前的品质啊。我看你们纯粹就是找借口，就是你们不用心，肯定是你们服务态度差，才把我的客人都气走了。真不是找借口，之前用甄老板找的走地鸡和岐山黑鱼，不用过多调味就很香。现在这食材，少提甄英俊，他那套铺张浪费的路子早就过时了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个月所有人的绩效工资全扣了，要是再留不住客户，你们俩带头滚蛋，后厨前厅所有人都别想干。前厅经理和主厨对视一眼，满肚子委屈却说不出来，只能闷头应下。庄老板，那禁止自带酒水的规矩能不能通融下？至少提前跟订桌的客人说一声。通融什么？规矩就是规矩，我定的规矩，谁敢改？少废话，出去干活。两人没辙，只能灰溜溜地走出办公室，把扣绩效的消息传了下去。后厨的厨师们一听，当场就炸了锅。凭什么扣我们工资？食材差成这样，怪我们喽。甄老板在的时候，从来不会这样不讲理，食材都是挑最好的，工资福利也从没亏待过我们。别吵了，先干活吧，现在跟他说什么都没用。前厅的服务员也没好脸色，客人进店没人主动招呼，喊加菜，催菜半天没人应，上菜速度慢得离谱，不少客人没等菜上齐就直接走了。没2天，2个前厅老服务员就带上辞职信，找上了庄货。庄老板，现在店里生意一天比一天差，我们干不下去了，要辞职。你们可真是难评，现在生意不好，不想着解决问题，就只想着自己跑路。庄老板，我们不是怕苦，也不是怕累，甄老板在的时候比现在忙10倍，我们从来没抱怨过一句。我们辞职是因为你做事太不地道，我们跟着你觉得实在是没盼头。我怎么不地道了？我给你们发工资，让你们有活干，你们还敢指责我？你自己心里清楚，你为什么突然规定不让客人自带酒水？别以为我们不知道，你是拿了酒水代理商的回扣，人家给你好处费，你就不顾客人感受，故意不提前通知，等客人坐下来才说不能带酒，逼着人家点你店里的高价酒。你胡说八道！我现在就开除你，1分钱工资都不给你。我们早就不想干了，你以为我们怕你？你换廉价食材，把好的菜直接拉低档次，还扣员工工资，把好的团队搞得人心涣散。这家店在你手里，早晚的黄。我们今天不是为了跟你吵架，就是看不下去了。做人得讲良心，甄老板当初怎么对你的，你倒好，一掌拳就忘恩负义，不仅坑害老顾客，还背后抹黑甄老板。你这样的人不配当老板。2个服务员的嗓门都不小，引来了店里2桌散客的注意，他们纷纷拿出手机，对着庄货他们录起相来。庄老板，好自为之吧。没错，人在做，天在看，你早晚会自食其果。说完，2人转身就走，没有丝毫留恋。而庄货站在原地，气得浑身发抖。他想追上去理论，但有顾及到还有客人在场。不到10分钟，店里的客人走得干干净净，只剩下空荡荡的桌椅和满地狼藉。而庄货不知道的是，离开的客人里，有人把刚才他和服务员争吵的录像发到了网上。没到半天，播放量直接破10万，评论区炸成一锅粥。我去过这家店，这俩老板我都见过，那个甄老板人不错。我的老天奶，这桩货也太不是东西了，恩将仇报。不需自带酒水，原来是为了回扣，闭嘴，再也不去了。求甄英俊出来说句话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与此同时，朋友的电话一个接一个打进来，全是问小院风波的。我没给出任何回复，本以为这是冷处理就过去了，没想到当天傍晚，庄货直接找到了我家门口。他脸色铁青，像一头发疯的野兽，眼睛死死盯着我。甄英俊，是不是你干的？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。
少装糊涂！网上的视频是不是你特意找人去小馆假装吃饭，故意拍的，然后放出去搞我？你好像有那个大病，那明明是客人碰巧拍的，跟我没任何关系。跟你没关系，谁信啊？除了你，谁还会这么害我？之前在同学群里挑事就算了，现在又在网上搞鬼，你见不得我好是吧？不就是当初把你踢出局的时候，钱没给到你的预期吗？那是预期的问题吗？明明都是我应得的。当初是谁负债几十万，走投无路，跪在我面前求我带把？是谁？我二话不说投了60万，把店给你打脸，让你翻身。现在店被你做垮了，口碑砸了，员工跑了，你不反思自己，反倒来怪我。装货被我一连串问的噎了一下，随即又拔高声音：那也是你逼的，你当初铺张浪费，成本那么高，我不省钱，店早就亏死了。你那叫省钱吗？你那叫偷工减料。我不管，视频一定是你搞的鬼，你就是想把我彻底踩死。我要是想踩你，还用等到现在这时候吗？我懒得跟你纠缠。你不承认是吧？好，那我就让所有人都知道你究竟是什么样的人。话音刚落，装货猛地转身，直接冲到了小区楼下的小广场。这会儿正是傍晚，外面的邻居特别多，他故意跑到人多的地方，立刻扯开嗓子大喊起来：大家快来看啊！这个人他叫曾英俊，表面和我装兄弟，实则背后捅刀。装货，你别在这发疯，你再这样，我可就报警了。有本事你就报啊！你一个在网上污蔑我的小人也敢报警？看警察来了，先把谁给抓走？你就是善妒，嫉妒我能把小馆做起来，而你现在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。我嫉妒你什么？我嫉妒你把店做冷清，嫉妒你把口碑做烂，还是嫉妒你把员工全都逼走了？我不想再和装货废话，直接拿出手机要报警。他觉察到了我的意图，嚣张气焰顿时减弱了不少。曾英俊，今天我累了，不想再跟你掰扯了，但我告诉你，我不会就这么算了。说完，他在一群人的白眼和议论里，狼狈地挤出人群，头也不回地跑了。我回到家，再次打开手机，网上的舆论还在发酵，热度越来越高。只不过评论一边倒，全在骂装货忘恩负义、唯利是图，但他仍旧不肯承认错误，还试图抹黑我。这时候，张老板给我打来了电话。甄老板，现在小馆的口碑很差，我们这些老主顾也知道你肯定不会再回去了。今天打这个电话是想问问你有没有想自己单独开一家店的想法。张老板，实话说，我之前的确没有这种想法，但经过这么多事后，我已经在考虑了。等我做好规划，会跟张老板说的。挂断电话后，我不再犹豫，立刻联系了中介，开始看店面。很快，店面敲定了下来，那是一家精装店铺，设备齐全，稍微打扫一下卫生就可以营业，而且地理位置距离之前的小馆不远。这时候，越来越多的人给我发来了消息。小珍，我听老张说你的新店已经在收拾了，什么时候开业？我们一帮人都等着呢。只要你开业，我们天天都去捧场。小珍，你只要开口，我的黑鱼永远给你留最好的。原来的供应商在听说这个消息后，都接连给我发来消息，表示愿意给我的新店供货，就连之前的员工也都想继续跟着我。我直接建了一个新群，把那些联系我的老员工都拉了进来，直接甩了一个定位：愿意跟我的，明天过来报道。真哥，我等你这句话太久了，我现在连夜订票从老家赶回来。甄老板，我今天就可以到岗，可以帮忙收拾卫生。加我一个，我还可以去后厨帮忙备菜。感谢各位的支持和信任，今晚好好休息，不用提前到，我们直接明天见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新店门口站满了人。大家放心，我不会亏待任何一个跟着我的人，工资比以前高2000，包吃包住，月休4天，节假日3倍工资。听到这个消息，众人齐齐欢呼。正是开业的前一天，我没找任何媒体做宣传，只是在动态里发了一张招牌照片，也没承诺任何活动。可早上10点刚到，门口就停满了车，那帮老主顾都来了。张总，让你们久等了。等多久都值，可上以前的老样子，走地鸡，岐山黑玉。那些老主顾刚坐下，又进来10几桌，也全是老顾客。甄老板，可算等到你开新店了。装货的那个店我们再也不去了，菜难吃就算了，还坑人。对了，甄老板，你这儿能不能自带酒水？随便带，不收费，不限制。很快，第一桌菜摆开了，鸡汤金黄油亮，香气飘满整条街，黑鱼片鲜嫩爽滑，一吃就知道是正宗岐山湖野生鱼。客人尝了一口，立刻两眼放光，当场赞叹：就是这个味，终于回来了。我感觉比以前还好吃，甄老板用心了。到中午饭点，食客爆满，排队排到马路边。短短一上午，我新店热度直接冲到了同城第一，转发量破100万。而一街之隔的装货店里冷冷清清，一桌客人都没有。我新店开业的消息很快传到装货耳朵里，新找的临时工慌慌张张跑进办公室：庄老板，不好了！慌什么？天塌了！那个曾英俊在附近开了一家新店，就在800米外，名字还叫曾记农家小院。现在人爆满，排队排到了大街上。装货闻言猛地站起来，椅子直接翻倒。他冲到门口，往我新店方向一看，车水马龙，人头攒动，他气得浑身发抖。
曾英俊，你还真是阴魂不散，开新店就算了，居然还敢把新店开到我附近来，明显就是故意跟我对着干，我不会让你好过。他气得转身冲回店里，抓起桌上的杯子狠狠砸在地上。后厨的厨师听到声音，探头出来看，他立刻把矛头指向他们。你们都是死人嘛，看看人家生意那么好，你们赶紧想办法啊！庄老板，我们能怎么办？食材不行，味道也就提不上去，客人不来，我们也没办法。当天下午3点，我正在帮客人打包，庄货一个人冲到我新店门口。你又想干什么？你故意在我旁边开店，故意跟我抢生意，你到底安的什么心？我开我的店，做我的生意，碍着你了？你好好家里蹲不行吗？干嘛非得来抢我饭碗？饭碗是你自己砸的，不是我抢的。我不管，你立刻关门！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让我关门？你就是那个装货吧？你就是那个坑顾客、拿酒水回扣、还骂甄老板的人。你还好意思来闹事，要不要脸？你们别听他胡说，是曾英俊在背后故意阴我。人家甄老板实在做人，用心做菜，大家眼睛都不瞎。我跟曾英俊的事，轮不到你们插嘴。你要闹就出去闹，别影响我的客人。我就不出去，我今天就要让大家看看你真面目。曾英俊他就是伪君子，开店就是为了报复我。周围的客人没有一个人应声，都用一种看小丑的表情看着庄货。庄货恼羞成怒，伸手就要推我，我一把抓住他的手腕，轻轻一拧，他立刻疼得龇牙咧嘴。你敢打我？大家都看着呢，我可没有打你，只请你出去而已。再闹事，我直接报警。你报啊，我才不怕！我拿出手机，直接按110。庄货见状，气焰瞬间没了。曾英俊，你给我等着，这事没完！我随时等着。在店里闹事没占到便宜，庄货开始搞阴的。当天晚上，网上突然出现一批黑我的账号，有老顾客也看到了，直接回去。庄货一看这招没用，又花钱雇了5个人来我店门口堵着，不让客人进，非污蔑我的店不干净，说是用过期食材，吃了会拉肚子。我直接报了警。很快，警察赶来把那些闹事的给带走了，他们直接供出了庄货，他因此喜提15日拘留和罚款。但他出来之后还不死心，又去各大美食平台刷差评，可他刚刷1条，老顾客就发10条好评兑回去，差评直接被淹没，评分反而越来越高。真哥，装货他一直这样搞，也不是个事儿啊，我们要不要做点什么？不用，食材和服务做好比什么都强。他越搞事，越证明他没实力和我们抗衡。这之后，庄货又换了策略。他开始搞出一堆优惠活动，一开始的确有人图便宜进店去吃，但其中就有去我家店吃过的，他们忍不住对比，当场吐槽起来。最后，庄货忙前忙后，看着账本，营业额只有300多，他只能往下缩成本，随便招了几个临时工，没培训就直接上岗，服务也因此更乱了。后厨的厨师们也开始消极怠工，做的菜随便放入，炒个青菜都能放盐放多。他不仁，我们也不义，反正干一天算一天，这小院早晚的黄。等攒够了钱，我也走，跟着这样的人没前途。庄货看着店里的生意一天比一天淡，不仅没反思，反倒觉得是员工还不够卖力，于是又定了新规矩。从今天开始，客人投诉1次，当班员工扣50，连带着厨师也要扣钱。这规矩一出，店里的人更心寒了，有人开始偷偷找下家，整个小院人心涣散。后厨的灶台擦得不干净，前厅的桌子摆得歪歪扭扭，连墙角都积了一层灰。庄货眼里只有钱，根本不懂经营，更不懂留人。食材砸了招牌，人心散了根基，这农家小院算是彻底被他毁了。这之后，庄货还在垂死挣扎，又决定换回以前的食材，走地鸡和岐山黑鱼，虽然贵了一点，但是能让生意好，所以他厚着脸皮去找之前的供应商，但是没人理他。后来不知道是哪个同学走漏的消息，庄货竟然找到我们聚会吃饭的地方。他进门之后，怒气冲冲地质问我：“曾英俊，咱俩虽然不合伙了，但咱俩至少还是兄弟，还是同学。你这么搞我有意思吗？你自己开新店就算了，还把供应商都拐带走，他们现在不肯把食材卖给我，肯定都是你在背后搞的鬼。”现在小院几乎可以说是跟倒闭没什么区别，一天也就那么1、2桌客人，房租跟电费都挣不回来。曾英俊，你不说话是什么意思？默认了是吧？你这么搞我有意思吗？做这么损人不利己的事情，你一定会遭报应的。你打住！我和你可不是兄弟。至于你刚才说的供应商，是宋总和卖鱼的老陈吧？你这不是都知道，还装什么？我现在给老陈打电话，开免提，让大家都听一听，是不是我搞鬼？我当着众人的面拨通老陈的电话，老陈几乎是秒接。喂，小曾，好久不见，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？这不是太久没见陈老板，想吃陈老板的鱼了吗？这个简单，你把地址给我，我明天叫人给你送过去，你想吃多少有多少，绝对管饱。谢谢陈总，有件事我想问一下，我那个农庄的合伙人是不是找你买鱼了？小曾，你要是自己想吃鱼，你要多少我给你送多少，但你要是想替他说话求情，那就免谈了。老陈，我真不是替他求情的，我是想问一下，你俩发生了什么？怎么这么大火气？
你别跟我提那个小崽子，提到他我就一肚子火气。我要不是看你的面子，我当时就把那个小崽子扔河里喂鱼了。你也知道，当初是他不要我的鱼，不是我不卖给他。结果昨天他又来找我，我说没货。这个小崽子站在我渔场里吆喝我赚黑钱，丧良心！他还把我给你22块1斤的事情满渔场吆喝。我那些客户有的都是跟我合作10多年了，我一直给他们的都是25左右1斤，现在搞得我里外不是人。我向老陈道了歉之后就挂了电话，然后抬头看着庄货。还需要我给宋总打电话不？谁知道是不是你们提前串通好的？他的话音未落，我就起身冲了过去，清脆的声音响起，庄货惊呆了。你凭什么打我？这一巴掌是替老陈打的，你忘了他当初是怎么帮我们的吗？当时整个綦江卖黑鱼的都嫌弃我们量小，不肯卖给我们，只有老陈他不嫌弃，他看我们2个年纪小，不仅卖给我们，还给了我市场最低价。綦江老陈你满市场打听去，他给我们22块1斤，是不是市场最低价？人家给你饭吃，你却砸人家的锅。再让我听到你对之前的那些供货商不敬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庄货回去之后又联系了宋总，想买走地鸡，但宋总告诉他没货。庄货不死心，又买了2瓶好的8+1，请宋总的表兄弟，我们的高中同学李阳吃饭。吃完之后，庄货又带李阳去了 KTV， 一晚之上没少挣钱。第2天得到的答复还是没货，他气不过，觉得李阳忽悠他，于是跟李阳在群里开撕。李阳，你那时是怎么跟我胸脯保证的？结果现在这压根没办成，你赶紧把那天晚上吃的喝的都给我吐出来。庄货随后将那天晚上的账单甩到群里，2瓶8+1，再加上 KTV 的消费，一共是2万多。李阳不仅没给他，还把他做的那些破事都抖落了出来。庄货，你个没脸没皮的！当初甄英俊看你可怜，他花60万带你做生意，结果你不要脸，你把他踢出局，独占他的农家小院。这话是不是甄英俊跟你说的？你少往别人身上泼脏水，甄英俊没跟我说过你半个不字，这些都是我老表说的。整个岐山就这么大一点，你做的烂事早传开了，像你这种忘恩负义的东西，就等着关门倒闭吧。又过了1个多月，小院无论是打折还是降价，甚至啤酒免费畅饮，生意都没见一点起色，一天就1、2桌，电费都挣不回来。庄货彻底撑不下去了，又来找我。早知他来我便不来了。英俊，是我错了，不管怎么说，是我对不住你。这第1壶是我对不起你，我混账不是东西，还迷心窍，伤了咱们这么多年的兄弟情。这2壶是我忘恩负义，我最落魄的时候，是你带我东山再起，可我却恩将仇报，我猪狗不如。喝完第2壶，庄货再也不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，他边哭边倒第3壶。有同学怕他喝出事情，急忙拦住他，但他不听。第3壶，我求你原谅我1次，我真的不想失去你这个好兄弟。3壶喝完，庄货彻底放飞自我了，而我始终一言不发。他一边道歉，一边扇自己。同学们早已心知肚明他做过的事，所以没拦他。再后来，庄货彻底醉了，出了很多洋相，而我在其他同学的掩护下，先一步离开了。我原本以为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可没想到庄货已经彻底陷入了疯狂。这天晚上，我开车回到小区，停好车，步行往单元楼走。突然，我感觉背后一阵发毛，像是有一双眼睛死死地粘在我背上。我猛地回头，却只见树影晃动，周围黑漆漆的，什么人都没有。估计是我最近压力太大，精神过于紧绷了。等到了家门口的时候，我下意识又往楼道口瞥了一眼，只见一道黑影飞快地跑了出去，我的心瞬间沉到谷底。是庄货，他竟然一路跟踪我。我迅速进门反锁，然后走到窗边，轻轻撩开窗帘，从缝隙往下看。昏暗的路灯下，庄货穿着一件深色连帽衫，低着头，整个人缩在墙角，目光牢牢地盯着我家单元楼门。我以为他只是一时冲动，蹲守一夜就会离开，于是便去休息了。第2天一早，我出门准备去店里，刚走到小区门口，就看见庄货靠在不远处的电线杆旁。他眼睛通红，胡子拉碴，头发乱糟糟的贴在额头上。看到我，他立刻快步朝我走过来。英俊，你别走，你再给我1次机会，好不好？我觉得昨天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。你说的轻巧，你现在新店开得风生水起，分店都在筹备，可我呢？我店倒闭了，房没了，车没了，婚也离了，我欠一屁股债，我连吃饭都成问题。这一切都是你自己造成的。是我造成的，如果不是你开新店抢我生意，不是你让供货商不卖给我食材，不是你在背后搞臭我，我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？我只是凭良心做生意，你自己偷工减料，拿酒水回扣，苛待员工，抹黑同行，是你把自己的路堵死了。我不听你这套冠冕堂皇的话，你就是伪君子。当初你把我扶起来，又亲手把我推下去，你让我活不成，我也不会让你好过。你在威胁我，我立刻报警。我的话音刚落，庄货突然阴恻恻地笑了一声，听得人后背发麻，他的眼神里全是偏执和疯狂。报警，你尽管报，大不了我被抓进去，可我要是出来了，我一定缠着你，缠到你死。我不想再跟他纠缠，
转身快步走向停车场。他没有跟上来，只是站在原地，用一种阴毒的让人发毛的眼神死死盯着我的车，直到车子驶离小区，再也看不见。接下来的3天，我去店里，他就蹲在店对面的马路牙子上，一蹲就是一整天，什么也不做，就那么直勾勾地盯着店门，盯着我进出。不少客人被他看得发毛，服务员也个个心惊胆战。我去菜市场采购食材，他就远远跟在我身后，保持10几米的距离，像一条甩不掉的影子。我实在忍不下去，给他发去了消息：装货，你有时间跟着我，不如找份工作把欠的债还上。你慌了，怕什么？我又没对你真的做什么。紧接着我去银行办事，他就坐在银行大厅的椅子上，安安静静的等，一直等到我出来，再继续跟着。这3天里，我前后报警3次，警察每次赶来，都只能对他进行口头警告，现场劝离。他态度极好，低头认错，满口答应再也不跟踪。可警察前脚刚走，他后脚立刻回到原地，继续蹲守。主厨和几个老员工都看不下去了，私下找我商量：真哥，要不我们找几个人当面警告他一下，让他不敢再来。不能用暴力解决问题，不然反倒被他倒打一耙，说我们寻衅滋事，得不偿失。到了第4天晚上，店里忙完已经11点多，我让员工们先下班回家，自己留下来核对完1天的账单，锁好店门离开。整条街已经安静下来，只有路灯孤零零地亮着。我的车停在巷子后面的私人停车场，必须穿过一条窄巷。刚走进巷子没几步，身后突然冲过来一个人，一只胳膊死死勒住我的脖子，另一只手拿着一块湿布，狠狠捂住了我的嘴和鼻子。是装货！我拼命挣扎，手脚乱蹬，用尽全身力气想推开他，可他像是豁出了一切，力气大得吓人，又早有准备。没多久，我的意识迅速模糊，昏迷前的最后一刻，我只听见他贴着我耳朵，恶狠狠地吐出一句话：曾英俊，这都是你逼我的。等我再醒来时，手脚被粗麻绳紧紧绑在一张破旧的木椅上，嘴巴没有被封死，只是浑身动弹不得。我身处一间废弃仓库，阴暗潮湿，到处是灰尘和蛛网，只有一盏昏黄的灯泡挂在头顶。此时，装货就坐在我对面的破木箱上，手里拿着一瓶廉价的8+1，正一口接一口地往嘴里灌。醒了，装货！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？绑架是重罪，你要把自己彻底毁了吗？我早就毁了，从你开新店的那一天起，我就什么都没有了。我现在烂命一条，还怕什么？你放了我，我可以不追究，之前的所有事都可以彻底翻篇。你是翻篇了，可我拿什么翻篇？我欠的外债谁帮我还？我被没收的房子谁还给我？我离婚的老婆谁帮我找回来？我丢掉的脸面谁帮我捡回来？这些都是你自己选的，你当初听我一句，踏实做人，用心做店，怎么会有今天？我不听你的大道理，我只知道我落到今天这个下场，全是因为你。你投钱带我做生意，根本不是好心，你是把我当跳板。你看我起来了，就故意打压我。我自己投的钱，自己找的食材，自己维护的顾客，自己搭建的团队，我用得着跳板你一个负债累累的人？你就是看不起我，你从一开始就看不起我，你觉得我永远只能活在你脚下。我从来没有看不起你，我是真心把你当兄弟，才会拿出全部积蓄帮你。是你自己把兄弟情分踩在脚下，为了一点利益，什么都能卖，什么都能背叛。我落魄的时候，你是我兄弟，我想翻身，你就抢我生意，我求你原谅，你就冷眼旁观，这就是你说的兄弟。我给过你无数次机会，是你自己不要。机会，我要的不是机会，我要的是钱，是面子，是重新站起来。你明明可以帮我，你明明一句话就能让供货商重新给我供货，你明明可以帮我挽回口碑，可你就是不帮，你就是见不得我好。帮你就是害更多的顾客，害更多的员工，害那些信任我的供货商。我做生意讲的是良心，不是人情包庇。良心能值几个钱？你现在站着说话不腰疼，你有钱有店，你当然可以讲良心。我什么都没有，我要良心干什么？你现在放了我还来得及，一旦我家人或员工发现我失联，报警定位到我的手机，你就跑不掉了。我早就没想跑，我今天把你绑来就没打算散了。你想怎么样？很简单，第一，你把新店关了，不准再做餐饮，不准再抢我的路。第二，你给我200万，帮我还清所有外债。第三，你公开在同学群、商圈群、网上给我道歉，说之前所有事都是你陷害我、抹黑我，还我清白。你做梦！这3个条件，我一个都不会答应。不答应？好，那我就耗着你，我问你3天3夜，看你硬到什么时候。你就算耗死我，我也不会答应。你做的错事，你自己承担。承担？我凭什么承担？曾英俊，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你答不答应？不答应。你以为你还是那个高高在上的曾老板？你现在在我手里，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你打我也没用，我不会向你这种人低头。我看你能硬气多久。他转身走到仓库铁门处，直接锁死大门，然后靠在门上，死死盯着我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我被绑在椅子上，手脚麻木，浑身酸痛，
胸口憋闷。现在不能硬碰硬，必须想办法拖延时间，等待救援。庄货，你冷静一点，你想想你的父母，他们年纪大了，身体也不好，你要是坐牢，他们怎么办？你还有家人，还有重新开始的机会。你现在回头还不算晚，你绑架我，一旦定罪，至少5年以上，你这辈子就真的毁了。我早就毁了，不用你提醒。现在还不晚，你只是一时糊涂，被利益冲昏了头。你还年轻，只要踏实做事，都能重新活下去，慢慢还债。我可是当过老板的，怎么可能再去给别人打工看人脸色？你不一样，你一直都有人帮忙。我不是运气好，我只是一直以诚待人，更不会背叛帮过我的人。这下庄货突然沉默了，我抓住机会继续开口：你放了我，我可以帮你找一份安稳的工作，帮你协商还款计划，让你慢慢重新开始。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。庄货猛地抬头，眼睛里闪过一丝明显的动摇，语气也软了下来。你真的愿意帮我？我愿意，但前提是你立刻放了我，并向警方自首，承认自己的错误。可我自首了，是要坐牢的。自首可以从轻处罚，你只要态度好，积极认错，刑期会减短。出来之后，我依然兑现承诺。就在这时，仓库外突然传来尖锐的警笛声，庄货脸色骤变，猛地站起来，眼神里全是恐惧。警察，你报警了？我没有机会报警，应该是我的员工发现我一夜没回消息，他们报了警。里面的人听着，立刻释放人质，开门投降。都是你害我！不等庄货扑向我，仓库铁门被直接撞开了，几名警察迅速冲进来，干净利落地将庄货按倒在地，铐上了手铐。警察将庄货押起来，他经过我身边时，眼神里没有了疯狂，只剩下深深的绝望和迟来的悔恨。英静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你帮我说情，我真是一时糊涂。路是他自己选的，恶果只能他自己吞。很快，警方通知我，庄货在看守所里彻底认罪，他托警察带话给我，向我道歉，我并没有接受。最后，庄货被判了5年有期徒刑，而我的生意蒸蒸日上，在这座城市里开了10家分店，